自古以来，佛门中流传着一个神秘寓言：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来世必有4种事无法逃避。据传，此言出自大智文殊菩萨之口，千百年来令无数修行者心生恐惧。究竟为何手相会与命运紧密相连？这4种不可避免的事又是什么？古代佛教修行者会意，正因一双特殊的手相，踏上了一段穿越万里、历时数十载的探寻之旅。当他最终揭开这个千年谜团时，才明白文殊菩萨留下这段因果密语的真正用意。原来，这4种事不仅关乎命运，更是一场灵魂的考验与救赎。天色渐暗，金华寺的钟声悠然响起，宣告着又一天的结束。这座坐落于南宋初年群山环抱中的寺院，虽不算香火鼎盛，却自有一番清静祥和的气息。慧意放下手中的经书，揉了揉有些酸涩的眼睛。作为寺中年轻有为的僧人，他每日除了诵经礼佛，还跟随师父研习医术，救助山里的贫困百姓。今年已是他20有2。15年前那场夺去父母性命的洪灾仿佛还在眼前，若非金华寺的方丈慈悲收留，他恐怕早已不在人世。师兄，本源禅师要讲法了，您不去听吗？一位小沙弥在门外轻声唤道。慧意微微一笑，整理好衣襟，随着小沙弥来到讲经堂。堂内已坐满了僧人，中央高座上端坐着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僧，这便是近日来寺中做客的云游高僧本源禅师。本源禅师游历四方多年，见多识广，每次讲法都引得寺中上下聚精会神。今日贫僧想与诸位谈谈手相与因果。本源禅师缓缓开口，目光扫过在座的每一位僧人。佛家讲究因果循环，善恶有报，而人的手相实则是前世因果在今生的一种显现。台下僧人闻言，不由得低头看向自己的双手，慧意也随之看向自己的手掌。这一看，却让他心头一震。他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的无名指竟比食指略长1节，这本是极为普通的事，却因本源禅师接下来的一句话而变得意义非凡。诸位可知，文殊菩萨曾言，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来世必有4劫难逃。这是因为此人前世必定犯下4种重业，今生虽得以修行，来世却仍需面对业障。慧意如遭雷击，浑身一颤，险些从座位上跌落。他死死盯着自己的双手，只见无名指确实比食指长出约莫半个指节，这一直以来再普通不过的特征，此刻却仿佛变成了一个可怕的诅咒。整个讲法期间，慧意都心不在焉，满脑子都是本源禅师那句来世必有4劫难逃。讲法结束后，其他僧人都散去了，唯独慧意仍呆坐在原地，陷入深深的思索中。施主似乎有心事。本源禅师的声音将慧意惊醒，慧意连忙起身行礼，弟子却有疑惑，想向师父请教。说着，他便将自己手相的困惑道出。本源禅师接过慧意的手，仔细观察，眉头渐渐皱起。果然如此，此相确实应了文殊菩萨的预言。敢问师父，这4劫究竟是什么？可有避免之法？慧意忐忑地问道。本源禅师叹息一声，具体为何，老衲所知有限。传说南山古刹有位通晓因果的智海大师，或许能为你解惑。若你真想了解，不妨前去拜访。就这样，在自己师父的允许下，慧意踏上了前往南山古刹的旅程。这一路上，他内心充满了忐忑与不安。他反复思量着本源禅师的话，越想越觉恐惧。如果真如所言，无名指长于食指意味着来世必有4劫，那么他此生又该如何自处？难道真的无法改变这宿命吗？山路崎岖，行程艰辛，慧意一边赶路，一边思考着手相与命运的关联。在佛法中，因果报应是铁律，但佛祖也教导众生，修行可改变命运。这看似矛盾的道理，
如今却成了他必须解开的谜题。经过10余日的跋涉，会议终于来到了南山古刹。这座名寸香火鼎盛的千年古刹比金华寺宏伟许多，游人如织，僧众上百。他报上本源禅师的名号，很快便有士僧引他去见智海大师。智海大师居于古刹最高处的一座禅房内。当会议踏入时，只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僧正闭目打坐，气息悠长，仿佛与周围的空气融为一体。听到脚步声，老僧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炯炯有神，仿佛能看穿人心。阿弥陀佛，贫僧会意，拜见大师。会意恭敬地行礼。会意施主不远千里而来，所谓何事？智海大师的声音温和，却带着一丝穿透力。会意将自己的困惑一一道来，并伸出双手，展示那比食指略长的无名指。智海大师沉默良久，终于开口：本源师弟所言不虚，文殊菩萨确实有过这样的开示。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前世必犯4业，来世必遭4劫。弟子斗胆请问，这4业4劫具体是什么？可有化解之道？会意急切地问道。智海大师摇摇头，具体内容文殊菩萨并未明示于世。据说1000年前，文殊菩萨化身为一位普通僧人，行走人间，观察众生。他发现有些特定的手相与灵魂业力有着密切关联，便留下种种预言，以警示后人。关于无名指长于食指的预言，只有少数记载流传下来，而且多有缺失。会意听闻此言，心中愈发迷茫，那弟子该如何是好？智海大师沉思片刻，道：有一个地方或许能找到答案。西域有座无名寺，传说文殊菩萨曾在那里留下一部手相因果经，记载了各种手相与前世因果、来世命运的关联。你若能找到此经，或许能解开心中疑惑。西域？会意惊讶道，那是何等遥远危险之地？智海大师意味深长地看着他，修行路上哪有不经艰险？若你真心想解开此谜，或许这正是你的一场修行。西域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家乡太远的年轻僧人来说，无疑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。但为了解开这个关乎自己命运的谜团，会意决定一试。回到金华寺，会意将南山之行的见闻告诉了师父。师父听后面露忧色：西域路途遥远，危机四伏，你一人前往，为师实在放心不下。师父，弟子必须知道答案，不知道的每一天都如行走在黑暗中。会意坚定地说。师父看着自己这个从小抚养长大的徒弟，最终长叹一声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布包，这些是为师多年来积攒的一些盘缠，你且收下。还有这封信，可祝你在西行路上托庇于各大寺院。就这样，23岁的会意踏上了前往西域的漫长旅程。这一路上绝非易事，他翻越了终年积雪的高山，穿过了一望无际的沙漠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考验，有时被盗匪劫掠，有时迷失在荒野中，有时又染上恶疾，几度命悬一线。然而每当会意绝望之际，总会有意外的转机。一次在沙漠中即将可死时，突遇绿洲；一次被强盗围困时，忽有商队经过解围；一次高烧不退时，恰有懂医的行人相助。这一连串的奇遇让会意不禁思考，难道真有冥冥之中的力量在引导着他？3年后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会意终于到达了西域的无名寺。这座寺庙建在荒山之上，规模不大，却古朴肃穆，透着一股不同寻常的灵气。寺中仅有7位年迈的僧人，见到从东土而来的会意，他们显得十分惊讶。寺中主持名为空印，据说已有100岁高龄，却精神矍铄，目光如电。他听闻会意的来意后，默不作声，带着会意来到后山一处隐蔽的石窟前。年轻人，你跋涉万里而来，就为了解开手相之谜？空印大师问道，眼中闪烁着探究的光芒。是的，
弟子想知道无名指长于食指意味着什么，以及如何化解这种因果。慧毅诚恳地回答。空印大师点点头，你有这份决心和毅力，已经证明你非同一般。首相因果经确实存在，就藏在这石窟之中，但此经非同一般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阅读的，你必须通过3道考验，才有资格一见。慧毅毫不犹豫地跪地行礼，弟子愿接受考验，请师父指示。第1道考验是持戒，空印大师要求慧毅在寺中修行1年，严格遵守戒律，不犯一丝一毫的错误。这1年中，慧毅每日诵经礼佛，打扫寺院，服侍老僧，经受住了种种诱惑和考验。有一次，一名富商慕名前来求医，愿以重金相谢。慧毅医好了富商的病，却拒绝了财物，只要求富商救济附近的贫困村民。又有一次，一名美丽的女子被父母带来寺中求医，对慧毅心生爱慕，处处暗示。慧毅严守戒律，不为所动。就这样，他顺利通过了第1关。第2道考验是智慧，空印大师给慧毅出了3个佛法难题，要求他在7日内给出答案。这3个问题都极为深奥，涉及佛法的核心要义。慧毅废寝忘食的思考，查阅寺中珍藏的经书，夜以继日的冥想，终于在第7日的最后一刻，他给出了令空印大师都为之赞叹的回答。第3道考验是悲心，空印大师带慧毅来到附近一个饱受瘟疫折磨的村庄，要求他救治村民。慧毅运用在金华寺学到的医术，加上这些年游历中积累的经验，不分昼夜的照料病人。他不仅医病，还教村民们如何预防疾病，如何改善生活环境。在慧毅的努力下，瘟疫很快得到了控制，村民们视他如再生父母。3道考验全部通过后，空印大师终于允许慧毅进入石窟，一睹首相因果经的真容。石窟内光线昏暗，唯有一盏油灯照明。在石窟最深处的石台上，放着一卷泛黄的经书。慧毅小心翼翼地打开经书，只见上面用古老的梵文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。幸运的是，慧毅在旅途中学习了一些梵文，勉强能够阅读。他迫不及待地翻到关于无名指与食指的章节，开始仔细研读。经书上记载，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前世必犯4业：杀生之业、欺诈之业、背信之业、贪婪之业，因此因果循环，来世必遭4劫。慧毅的心跳加速，他即将读到那4劫的具体内容。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石窟突然剧烈震动，一块巨石从顶部掉落，正好砸在经书上，将那异页撕裂。慧毅惊魂未定，急忙查看经书，却发现关键部分已经残缺不全。空印大师闻声赶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叹息道：看来因果未到化解之时。这部经书已经存放了1000年，从未出过意外，今日却恰好在你读到关键处时出现塌方，这其中必有天意。慧毅不甘心就此放弃，那弟子该如何是好？难道就这样带着疑惑过完此生吗？空印大师思索片刻，说道：经书虽损，但我记得还有一处可能藏有答案。天竺国有座菩提寺，传说是文殊菩萨曾经讲法之地，该寺有一面刻有佛经的石壁，或许上面会有你想知道的答案。这意味着慧毅又要踏上一段更加艰难的旅程。天竺距离西域更远，路途更加凶险，但为了解开心中的谜团，他毫不犹豫地再次启程。这一路上，慧毅经历了比前往西域更多的磨难。他被山贼掳掠，被当作奴隶贩卖，身陷囹圄，险些丧命，但每一次都有神秘的力量助他脱险。在这些经历中，慧毅的心性也在不断成长，对佛法的理解也越发深刻。他开始思考，或许这一路的艰难险阻正是对他的考验和磨砺，或许文殊菩萨留下的预言并非诅咒，而是一种警示和指引。5年后，历经千辛万苦，
会议终于抵达了天竺的菩提寺。这座寺庙宏伟壮观，是当地最著名的佛教圣地。寺中主持听说会议的故事后，对这个远道而来的东土僧人充满敬佩，亲自带他前往传说中的石壁。石壁高约3丈，宽约5丈，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经文。会议在石壁前仔细搜寻，翻译着那些古老的梵文。经过数日不眠不休的努力，他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发现了关于首相的记载，其中提到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前世因4业而来时必遭4劫。会议屏息凝神，终于读到了那4种无法逃避的命运。1曰情劫，爱而不得，得而不忠；2曰财劫，聚财易散，难享福报；3曰权劫，事业多舛，功败垂成；4曰寿劫，疾病缠身，寿命不永。会议如遭雷击，原来这就是无名指长于食指之人的宿命。难怪自己一路磨难重重，这一切竟都是前世因果，难道真的无法改变吗？就在他万念俱灰之际，石壁上一行小字引起了他的注意。那行小字刻得极为隐蔽，若非会议静心凝视，几乎不可能发现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他艰难地辨认出那行字：然4劫虽定，亦有化解之法，非求于外，当求于心。明心见性，自证菩提，方能超脱因果桎梏。这句话如同一线光明照进了会议阴霾的心底，他反复咀嚼着这段文字的含义，却难以完全领悟。他向菩提寺的主持请教，主持摇头道：此乃上乘佛法，非我所能解答。或许你该去寻找传说中的明心洞，那里有位隐士高僧，据说已修行300余年，洞悉因果循环之道。会议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。明心洞这个名字仿佛就是为他这段旅程准备的，冥冥之中似有天意。主持告诉他，明心洞位于天竺国最北端的雪山之中，终年积雪，人迹罕至，寻常人难以抵达。不畏艰险的会议辞别菩提寺，踏上了寻找明心洞的旅程。冰天雪地，高山峻岭，每一步都充满挑战。在攀登雪山的过程中，会议突然开始回顾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，从金华寺出发，到南山古沙，再到西域无名寺，最后来到天竺菩提寺，一路上遭遇无数危险，却总能化险为夷。这一切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他开始思考那句非求于外，当求于心的意义。也许解开谜题的钥匙不在外界，而在自己内心深处。这样的思考让会议对自己的旅程有了新的理解，不再仅仅是为了找到答案，更是一场内心的修行。经过数月的艰苦搜寻，会议终于在一个隐蔽的山谷中发现了明心洞。洞口被茂密的藤蔓覆盖，若非特意寻找，根本无法发现。拨开藤蔓，会议走进洞中，发现里面别有洞天，清泉流淌，奇花异草，一片祥和宁静。洞穴深处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僧正盘坐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打坐。弟子会议拜见大师。会议恭敬地行礼，心中充满敬畏。老僧缓缓睁开眼睛，目光如电：我知道你会来，你跋涉万里，为的就是解开首相之谜，是吗？会议惊讶不已，大师如何得知？老僧微微一笑：因为我也曾像你一样，为解开同样的谜团而历经磨难。说着，他伸出双手。会议惊讶地发现，老僧的无名指也长于食指，大师也是。会议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不错，我也是无名指长于食指之人。300年前，我也曾为此困惑不已，四处寻求答案。最终我在此地悟道，了解了这其中的奥秘。老僧平静地说道，声音中透着岁月的沉淀。会议急切地请求，请大师指点迷津。老僧端详着会议许久，仿佛在评估他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真相。最终他点点头，你已经知道了无名指长于食指之人会面临的4劫：情劫、财劫、
全劫、受劫，这些确实是因前世业障而来，无法完全避免。但佛法讲究缘起性空，因果虽定，却也非绝对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些劫难。老僧的话语如甘露，滋润着会意干渴的心灵。他迫切地问道：那该如何面对呢？首先，你需要明白，这4劫并非惩罚，而是让你有机会偿还前世业债，净化灵魂。其次，虽然无法完全避免这些劫难，但可以通过修行减轻其影响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要明白明心见性、自证菩提的真正含义。老僧的声音柔和而坚定，他指引会议盘坐在自己对面，开始详细解释。所谓情劫，是指感情路上将遭遇挫折，爱而不得，获得而不终。这并非是要你逃避情感，而是要你学会无执着的爱。世间万物聚散有时，来去自然，真正的爱不求回报，不执着于结果，能够包容一切，超越得失。会意想起了自己在旅途中偶然相遇的那些人，他们在生命中短暂出现又消失，每一段关系都教会了他某些东西。老僧的话让这些经历有了新的意义。财劫则是提醒你不要贪恋物质财富，财富本就是身外之物，来去无常，你应当学会知足常乐，财来不喜，财去不忧，以淡泊之心看待物质，才能超越财劫。会意回想起自己在旅途中经历的起起落落，有时身无分文，有时得到馈赠，这些波动在老僧的解释下成为了修行的一部分。全劫告诫你不要迷恋权力地位，世间荣华富贵转眼成空，你应当以利益众生为己任，不执着于个人成就，不计较名利得失，才能超越全劫。会意想起自己在各地寺院中的所见所闻，那些为名利所困的人们，以及那些放下名利却活得逍遥自在的修行者。对比之下，老僧的教诲如同明灯，照亮了他的心路。受劫则是让你正视生死，人生在世，寿命有限，无人能够逃脱生老病死的规律，你应当珍惜当下，造福众生，活在当下，不畏惧死亡，才能超越受劫。会意想起自己几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，那些曾经的恐惧在老僧的教诲下变成了对生命更深的理解和敬畏。老僧继续道，这4劫看似是桎梏，实则是助你修行的阶梯。只有经历这些磨难，才能真正明心见性，自证菩提。就像你这几年的旅程，表面上是为了寻找答案，实际上却是一场灵魂的淬炼。会意恍然大悟，所以文殊菩萨的预言并非诅咒，而是一种提示和引导。正是如此，老僧微笑着点头。文殊菩萨大慈大悲，他留下这个预言，是为了让具有这种手相的人警醒，认真修行，早日解脱。你想想，若非这个预言，你会踏上这段旅程吗？会有今天的领悟吗？会意被这种深刻的智慧震撼，却仍有疑问。弟子明白了4劫的意义，但仍不知如何减轻其影响。难道真的只能接受宿命吗？老僧慈祥地看着会意，我传你3法：一是持戒修行，严守佛门戒律，积累功德；二是参禅打坐，时刻关照自心，不为外物所动；三是普度众生，以菩萨心肠行事，救苦救难。坚持这3法，虽不能完全避免4劫，但可大大减轻其影响。会意恭敬地接受了老僧的教诲，决定在明心洞中修行一段时间，深入体会老僧的指导。1日变成1月，1月变成1年，转眼间3年过去了。在这3年中，会意每日与老僧一起参禅打坐，讨论佛法，服侍四方来洞中求医问道的人们。他的心性日渐成熟，对佛法的理解也逐渐深入。3年后的一天，老僧对会意说，你已初步领悟佛法真谛，是时候回到尘世，亲身经历4劫，以完成你的修行。记住，面对劫难时，不要恐惧，不要逃避，而要以我教你的方法去面对和超越。
慧毅依依不舍地拜别老僧，踏上了归途。回到中土后，他并未直接回金华寺，而是决定先体验世间百态，以检验自己的修行成果。正如老僧所言，慧毅在尘世中先后经历了4劫，情节很快就降临了。在一座小城中，慧毅救治了一位名叫柳梅的女子。柳梅才貌双全，对慧毅心生爱慕，慧毅也不可避免地被她吸引。然而柳梅的父亲早已为她定下了婚约，对象是当地一位富商的儿子。尽管柳梅不愿，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，她最终还是嫁作他人妇。面对这场情节，初时慧毅确实伤心不已，但他很快想起了老僧的教诲，开始以无执着的心态看待这段感情。他真心祝福柳梅幸福，而不是执着于自己的得失。这种超然的态度不仅让他走出了情感的阴影，还在内心深处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宁静与自由。财劫接踵而至，因医术精湛，慧毅积累了一些财富。他用这些钱财建立了一座小药局，免费为贫困百姓看病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毁了药局，他的积蓄也在救灾过程中耗尽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他偶然得到的一块价值连城的玉璧又在途中被山贼抢走。面对财劫，慧毅想起了老僧的教诲，不以得失心看待财富。他坦然接受了这一切，反而更加专注于医术的钻研和对病人的关怀。这种无私的奉献使他在当地赢得了极高的声誉，很快又有善心人士资助他重建药局，权节随之而来。慧毅的名声传到了当地诸侯耳中，诸侯久病不愈，听闻慧毅医术高明，便召他入府担任国师。慧毅原本不愿涉足官场，但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造福更多百姓，便答应了。然而当诸侯要求他配置一种长生不老药时，慧毅婉拒了。他解释说，长生不老违背自然规律，非人力所能及。恼羞成怒的诸侯听信谗言，将慧毅投入大牢，并打算处死他。面对权劫，慧毅没有怨恨，也没有恐惧。他在狱中为其他犯人讲经说法，传播佛法，使许多迷途者重获新生。最终诸侯染上重病，宫廷医师束手无策。在大臣们的劝说下，诸侯不得不再次请慧毅出诊。慧毅不计前嫌，悉心医治，终于使诸侯痊愈。诸侯悔悟，欲封慧毅为太医，慧毅却选择了归隐，远离权力的纷争。受劫是最后的考验。慧毅40岁那年，染上了一种奇怪的疾病，全身疼痛，高烧不退，众多医师都无法医治。他知道这就是老僧所说的受劫。面对死亡的临近，慧毅非但不恐惧，反而十分平静。他想起了老僧的教诲，正视生死，珍惜当下。他将自己多年研究的医术编撰成册，教导徒弟们如何行医救人。他将自己的领悟写成《手相因果解》，希望能帮助与自己有相同手相的人。他还安排好了自己身后事，以坦然的心态迎接生命的终结。奇妙的是，正是这种超脱生死的心态，让慧毅的病情奇迹般的好转，仿佛冥冥中有神灵被他的精神所感动。不约而同的是，一位云游僧人恰好路过，给他带来了一味罕见的药材，治好了他的疾病。这位僧人来去匆匆，不留姓名，但慧毅坚信这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经历了这4劫，慧毅对老僧的教诲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他明白了，所谓的劫难其实是修行路上的考验，所谓的无法逃避，是因为这些考验是必经之路，唯有正视并超越，才能真正成长。而明心见性，自证菩提，正是通过这些考验，看清自己的本心，超越世俗的得失，达到佛法的境界。50岁那年，慧毅回到了金华寺。此时的金华寺已物是人非，他的师父和大多数师兄弟都已圆寂。寺中的小沙弥们听说他就是传说中为解开手相之谜而远赴西域，
天竺的会议大师都好奇地围了上来。大师，您的首相之谜解开了吗？一个年轻的小沙弥怯生生地问道，眼中充满崇敬。会议微笑着摊开双手，沙弥们惊讶地发现，他的无名指和食指已经一般长短，不再有过去的差异。首相不过是外相，真正重要的是内心。明心见性，自证菩提，超越因果，方为正道。会议平静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从此，会议在金华寺安心修行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编撰成《首相因果经注解》一书，为后人指明修行之路。这本书很快在修行者中广为流传，成为解释首相与命运关系的重要典籍。他常对弟子们说，无名指长于食指并非不祥之兆，而是一种提醒，让我们正视前世业障，勇敢面对今生考验。只要心中有佛，何惧四劫加身？会议的教诲影响了无数人，特别是那些有着相同手相的人，他们从恐惧和迷茫中走出来，学会了坦然面对命运的考验，积极修行，超越自我。多年后，一位云游高僧来到金华寺，看到寺中供奉的会议大师画像，恭敬地行了3拜。一位小沙弥好奇地问道，大师为何对画像如此恭敬？高僧慈祥地微笑道，因为我知道画中之人是谁，他不只是会议大师，也是文殊菩萨的化身。他示现首相之谜，历经4劫，留下首相因果经注解，就是为了度化众生，让世人明白，所谓无法逃避，不是宿命论，而是告诫我们要勇敢面对自己的业力，通过修行超越因果，这才是佛法的真谛。小沙弥似懂非懂，但他记住了这番话。多年后，当他发现自己的无名指也长于食指时，他并未恐惧，而是想起了会议大师的故事，坦然接受并积极修行，最终也成为一代高僧。会议大师的事迹和教诲就这样在佛门中代代相传，成为一段关于因果、修行与超越的永恒传说。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，无名指长于食指者，虽然来世必定面临4劫，但通过正确的修行和心态，不仅能够减轻这些劫难的影响，更能将其转化为修行的阶梯，最终超越因果，达到解脱的境界。而这或许正是文殊菩萨留下这个预言的真正用意，不是为了吓唬人，而是为了引导那些有缘人走上觉悟之路。正如会议大师常说的那句话，因果虽定，心性无垢，4劫虽至，菩提可证。会议大师的传奇人生揭示了一个深刻真理，首相并非命运的枷锁，而是前世留下的修行提示。无名指长于食指者虽将面临情劫、财劫、权劫、寿劫这4种无法逃避的命运，但这些劫难实则是灵魂净化的必经之路。通过持戒修行、参禅打坐、普度众生3法，可将劫难转化为修行助力。关键在于明心见性，不执着于外相，不恐惧于命运，以平静超然的心态面对一切。正如会议大师最终领悟，劫难本是道，修行即是解，超越因果桎梏，方证菩提智慧。这才是文殊菩萨留下这段因果密语的真正用意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